这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，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。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。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，我得早日动身才行。这次来的倒是挺快。小子，伤我子民，夺我灵果，简直罪无可恕！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！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，何必为了一枚无浆果苦苦追杀一狂？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？小子，你只会躲吗？你个不知死活的，敢偷袭老子！成功了！多谢了，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，便让你继续安稳的做你的山大王。你小子别走！天皇妖翅，天皇妖翅，你认识他？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，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。来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你若识相，就趁早给老子把无浆果交出来，不然的话……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，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7阶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8阶的恐怖地步。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在斗鸡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。天妖皇族的人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，因此其身上的一切东西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。即便得到了，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，那下场……看来当初的那具神秘干尸，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。紫妍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，其本体必然不简单。这魔兽界中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？据我所知，有2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，一个是九幽地冥蟒，另一个是太虚古龙。这2个种族也极其恐怖，特别是太虚古龙十分神秘。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，是最完美的旅行坐骑。最为可怕的是，听说这太虚古龙是以天妖皇为食，在虚空中穿梭。难道紫妍她属于这支族群？毕竟她的一些能力就与空间有些关系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个就还给你了。另外，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，否则……您放心，我苍狼王的嘴可是最严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意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看来这古意不能轻易在人前显露了。看来，明日这黑皇城不会平静啊！不知道是哪地方好，快着点啊！别做新闻，别看我抢啊！
啊！肯定有。我也想走，走。快查吧。被菩提化体弦引来的神秘强者还真是不少。那中间的黑袍人，应该便是昨日那位炼药师，不知是什么来路。今日是我黑黄宗举办拍卖会的大日子，老夫莫天行多谢诸位捧场。他便是黑黄宗的宗主莫天行，好强的气势。台下有不少朋友已入座，恕老夫多嘴。诸位既已入场，会场规矩应已了然。若是有人坏了我黑黄宗的规矩，就地诛灭。这般风范，不愧是黑黄宗宗主。看。诸位，此物乃是一卷地阶终极持法斗技，名为六合游身尺。相传乃是几百年前横行大陆的六合尊者所创，价值万金。我用玄中尺多年，可除了燕分侍郎尺外，便再无其他可用斗技。不知这六合游身尺修炼之后的威力如何？起拍价18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。起拍便是180万，加价还不能低于10万，不愧是地阶斗技。250万，他就是那位神秘炼药师，不知是什么来头。为了一卷斗技得罪了炼药师，可不值当。是。250万，可还有更高价格？310万。竞价的人是你二哥。这次怕是要得罪那位神秘炼药师了。可这卷持法斗技不弱，要是交给三弟，定能让他实力涨上不少。我二哥此举，只怕是为了我，那便如他所愿吧。这下消磨完了，彻底得罪了那位神秘炼药师。只怕是连炼药师身边那位斗宗也一并得罪了。只要小燕子高兴就好。310万，恭喜这位先生成功拍下斗技六合游身尺。只有这位老者不动声色。好敏锐的感应，此人若不是斗宗强者，也肯定身怀某种特殊绝技。哎呦，这会是什么东西啊？好臭。接下来便由我来主持吧。这件所要拍卖的东西虽略有些古怪，不过对于有所需要的人来说，却有着不小的吸引力。哇，是一头魔兽！子言，你怎么了？不知为何，这魔兽干尸一出现，我就有些不太舒服。这魔兽干尸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吧？这魔兽死前是一头即将进阶8阶的绝世凶兽，自我们得到之后，便一直完美储存着。进阶8阶的魔兽，那不相当于人类的斗尊强者。不过这魔兽体内究竟有什么？是否有着一枚即将突破8阶的超级魔核，我们也并不知情。莫宗主，不要废话，直接开拍吧。想必诸位都知道这样一枚魔核的价值吧？所以本次拍卖，
只接受以物换物。以物换物，那风险也太大了。是啊，万一里面只有一堆风干的腐肉呢？不会吧？谁知道啊？这堆玉石古翼，正好可以用来炼制天焰九行翼。一卷地阶低级斗技行不行？莫宗主，我这儿有一本地阶中级斗技，此斗技名为弄焰诀，能令人迅速掌控任何一种火焰。若是多人修炼一起施展，将能量之火进行融合，威力甚至直逼异火。不知莫宗主意下如何？哼，方长老，老夫虽闭关多年，但也知道一些你们魔岩谷的事。这弄焰诀虽然奇妙，但会对施展之人造成永久伤害。多施展几次，恐怕便得直接送命了吧？哼，既然莫宗主对这斗技没兴趣，就算了吧。3枚斗灵丹，1枚黄级丹。这位朋友，虽然拍下这具魔兽干尸有些风险，但若其体内真有什么宝贝，自是稳赚不赔。若是阁下能够拿出5枚斗灵丹和4枚黄级丹，那这具魔兽干尸便归你所有。莫宗主还真以为丹药如此好炼不成？我也不与你讨价还价。3枚斗灵丹，2枚黄级丹是我的底线。自行拿出5颗这种级别的丹药，果然不是寻常人呐！肯定的。好，依你。对我而言，这魔兽干尸的那堆玉石古翼，可比那5颗丹药更有价值。中州那里强者如云，若是不多准备一些自保的手段，恐怕到时连逃命都很难。先前仔细检查了一番，这具魔尸果然没有魔核。算了，有这堆古翼就足够了。好锋利的古剑！你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这里干嘛？这拳头以后就是本小姐的武器了。你不会真的要这件东西吧？要不我们来打一架试试？算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谁让你大半夜烤这么难闻的东西，搞得我浑身不舒服。这就当你给本小姐的赔偿了。每次看到这具魔尸，你都会感觉不舒服。难道你真跟这魔尸有什么关系？唉，谁知道呢？好了，本小姐要去睡觉了。这丫头。
屏障，消耗我的精神力量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小贼，我要高兴得太早，天妖皇族绝不会放过你。陨落心炎果然对精神体有用。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，现在的你，不过只是一道没有灵智的残缺气息罢了。还真是意外的收获，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，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。这古意真是霸道，竟硬生生将我的紫云翼撵出体内，想必威力也不小。有了这对古意，再加上天焰九行翼，日后在中州，就算遭遇强敌，打不过时也能全身而退。毁灭火莲虽然威力巨大，但我尚未掌握成熟。虽然能做保命底牌，但风险也太大了。出发前，要尽可能以最快最稳妥的方式提升实力，日后行走中州才更稳妥。就先从六合游身尺开始吧。这是卷轴制造者的灵魂印记。不愧是地阶终极斗技，竟然还残存有卷轴制造者的灵魂印记。无论是提升整体实力，还是修炼六合游身尺，都需要火属性能量极为精纯的地方。内院的天焚炼气塔正合适。此物乃聚火壶，只要将一丝陨落心炎本源注入其中，再以斗气将其激活，便可源源不断地产生心火。太好了，那等我入塔后，分一缕心炎本源注入里面。萧炎，分化陨落心炎本源，势必会对你产生不小的伤害，此事你可要考虑清楚。大长老，这陨落心炎本就是内院所有，我将之收服，已经给学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重燃天焚炼气塔，萧炎义不容辞。少了陨落心炎这个修炼利器，天焚炼气塔也不如从前热闹了。大长老放心，我会尽全力为天焚炼气塔制造一个永不枯竭的心炎。尽力便好。老夫啊，更担心你此次的修炼。岩浆世界，并不像你想象中那般平静。这修炼之事要量力而为，
切不可操之过急。硝烟谨记，不会鲁莽行事。那就好，走，随老夫去炼气塔最底层。光这里的火属性能量便如此炽热，更别提那岩浆世界中是何等恐怖。你确定要在那里修炼吗？大长老放心便是，我有异火护体，寻常火焰不足为惧。况且我所需要的，正是这股炽热的火属性能量。你这小子还真是怪物。果然来对了地方，这里的火属性能量还是一如既往的浓郁。想必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实力定能精进不少。既然你有自信在这里修炼，那老夫便不阻拦了。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便发信号，老夫会下来救你。小子记住了。进去吧。怎么会莫名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？难道这下面真有什么东西与我有所联系？这片岩浆世界，倒还是跟我上次离开前一样，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，到处透着压抑的感觉。六合游身尺，攻守合一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持法分3重境界：烈火、游身火、六合火。若勤奋足够，假以时日，达至大成，攻守一体。同等级之下，无人可近其身。这能量竟然这么霸道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和游身尺果然精妙。如今我虽然不能完全领悟，但能有小成已是很好了。那下面究竟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让陨落心炎有着如此之大的反应？这次便冒险一次吧，不然会一直心神不宁。
就用你做路标吧。这里虽地处内院之下，但只怕就连苏谦大长老也对这岩浆世界不甚了解。这下面果然有古怪。下潜这么久，竟然还没有看见尽头，看来这次冒险确实有些仓促了。此地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啊。那莫名的召唤，当真是从这里散发而出的。制造出这一幕的人，绝不是现在的我所能抗衡的。也许，逃命才是最理智的。不过不弄清楚，又怎能安心？不是人类。找死！这个应该是类似魔核的东西吧？对于修炼火属性的人来说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补品。这些家伙只怕是先前那只蜥蜴人呼唤来的。真是顽固的家伙，若是再召唤进来，恐怕我也招架不住。
这下麻烦了。先将他击杀。拔击！进去再说。堂堂一个斗尊，给你当1年保镖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是让你来保护我，不是让我来保护你。你躲什么？别不是个冒牌斗尊吧？无知小儿竟然怀疑本尊实力！哼！老夫的灵魂体虽然已跌落成8星斗宗，这种小场面只是想锻炼锻炼你。这些家伙究竟是如何出现的？大自然果真无奇不有。小子，学着点，走喽！驼蛇谷地狱有异动，难道岩浆深处有什么东西与驼蛇谷地狱有关？莫非有斗帝强者遗落之物？若能获得，就有了和魂殿抗衡的本钱。奉劝你不要想去一探究竟。老夫能模糊感应到，岩浆深处有一种极为可怕的存在，连斗尊都惧怕的存在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连那些火焰蜥蜴人都闯不过，何况身边还有不知敌友的天化尊者。我的确需要力量去解救父亲和老师，但前提是我必须活着。走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臭小子，我的灵魂力量太虚弱，快维持不住这个能量罩了。
等我好好睡一觉，恢复了再说。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。这老头估计要睡不少时间。这里火属性能量充沛，正好适合修炼5轮离火法。不能再耗下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刚才那招还挺不错，颇有老夫当年3分的威力。走吧，蜥蜴人越来越多了。这老头估计早就醒了，躲在一旁看好戏呢。6合游身尺已有小成，5轮离火法也已凝练出狼形。你小子终于舍得出来了。大长老今日怎有空来这下面？还以为你遇见什么麻烦事了呢。啊？你又突破了？6星斗皇了。你小子，我当年在斗皇级别时，最快的一次晋级也花费了1年左右的时间呢。大长老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陨落心炎本源，你怎么将本源注入其中了？知不知道这样会让你止步不前？你这样还怎么跟魂殿斗？大长老放心，这虽是陨落心炎，但不是我体内那朵，不然的话，威能怎会如此之弱？确实如此。你意思是，你又找到了一份陨落心炎？这是我在岩浆世界中找到的。虽然处于幼生期，但依然能够令得天分炼气塔发挥作用，并且从小开始供养，长大后也不会对内院有任何排斥。换句话说，天分炼气塔或许可以永久开启了。辛苦了，你取走了一个野性难驯的成熟异火，却还了内院一个听话的幼生体异火，这之间便算是彻底了清了。这下总算能够安心了。这是天分炼气塔又能产生心火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是啊，终于好了。